我让你退后！劫匪的身份已经确认，杀人在逃，典型的反社会人格。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捅死他！你冷静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谈，把刀放下。对面楼上的狙击点距离太远，要想一枪击毙歹徒，把握不大。左边的狙击手被便利店的玻璃门挡住了射击位，要想确保人质的安全，只有近距离击毙他。他没背叛你吧？他还是个孩子。我这女人就没有一个。你冷静好不好？回去！站起来！马上安排，好吗？快点！东东啊，我知道每年局里的射击考试你都是第1名，但是打靶和打人真的不一样，你千万不要慌，一定要冷静。师傅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端儿，马上，你放心，你的问题一定给你解决，好吧？你干嘛呢？这样，放了他，换我。你手里有警察，对你来说不是更有筹码吗？换了你，我死得更快。我肯定不反抗，我要是反抗，你可以捅死我。捅死你？你想得到没？我要是捅死你，你当什么英雄了？我要是捅死这女孩，你们警察的脸就没地方放了。我身上没有武器，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给我退后！别逼我！别动！赶紧，人质安全，歹徒击毙。枪，赶紧。你收尾吧，我先回队。别拍了，手机放下。别拍了，放了他，换我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大半夜的，怎么还洗上衣服了？你刚喝多吐我身上了，洗洗。那你应该洗你自己。嗯。看什么呢？看你呢。别动！喝一大口，压压惊，去会去。局里给你安排心理辅导了吗？嗯。我知道你射击成绩一直挺好的。今天第一次是朝真人开枪吧？视频我看了，其实你第1枪已经把他放倒了，不该补后边那2枪。这网上的评论我也看了，争议挺大的。他当时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，你其实可以。为什么呀？他当时还在动，人质就仍然处在危险中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但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呢，任何嫌疑人在没有被正式宣判之前，他有生存的权利。他已经是杀人在逃了，交到法院也是死刑立即执行。
怎么判是人法院的事儿，你不能替法院执行啊。你的意思是我滥用武力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没说你滥用武力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是否有必要这样做？少拿你们文人那套给我咬文嚼字儿。哎，你也不用生气，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感受。我不想听你表达。你的妻子是名刑警，她今天击毙了劫匪，解救了人质，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你作为她的家属，你应该感到骄傲。如果是一枪击毙，我会为你感到骄傲吗？如果他拿刀抵着那个浑身是血的女孩是你的女儿，你还会说出这句话吗？好了，不说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说的对，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对着真人开枪。我想回家你能安慰安慰我，可你呢，跟你朋友喝酒聊天，回到家就开始审我，好像你是警察，我是杀人犯。网上的负面新闻很多，我是怕你被质疑。怕我被质疑，你就率先提出质疑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质疑的？你一次性质疑个够。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质疑打消了。萝卜嘴巴。冉队，江边发现一具女尸，水警正在打捞，可能是从上游一路漂下来的。最早发现的是几名钓友，现在还在了解情况。冉队，后枕部有被击打的伤。把它翻过来。好。谁他妈做的你？请问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，我到这个桥下，准备在那里下钓的，刚刚把鱼钩甩下去，哎呦，就看到那个尸体，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钓鱼的？退休以后，差不多我问的是今天。2点20。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这一带闲逛？可疑的，在这闲逛就是我了。等下需要你配合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好。大家坐吧，坐吧，大家坐。根据法医的报告，我们初步推断，死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，死亡时间大概是40个小时。死者的后枕部有一个被砸出的凹坑，死者的肺部进水，喉咙处有细小的沙子和藻类，所以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溺亡。最后，死者的右手手腕部被锐器切断，手掌目前还下落不明。师傅，恶性杀人案件咱也不是没碰到，你们先查清受害人的身份，有什么需要协调的，随时找我啊。知道了。您好，这里是西江市龙阳分局。对，我们正在找大坑案的知情者。
抱歉，您说的这位与我们被害人年龄不符。你有什么线索？你们认识被害人？了解你说什么事儿吗？知道。哦不，被害人不是男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管你老公出轨。你确认跟我们描述的被害人相符吗？好，你在那等我们，马上过来。冉姐，有线索吧？冉姐，你觉得取名大坑案好吗？总不能叫一帆风顺吧？我是担心坑太大会填不平。填不平就跳进去。是你打的电话吗？啊，对，我看了你们的警情通报了，那个受害者的描述跟我那个房客好像啊。带我们去他房间看看。哦，可以。他呀叫夏冰清，26岁。对于我来说嘛，就是每个月15号手机响的那声叮咚，他也从来不拖欠那个房租的。但是今天已经18号嘞，钱一直没到账，打他电话也不通，敲门也没人。哎呦，真是。在这儿等着啊。你好，请问这是夏冰清家吗？啊，我们是公安局的。你们看了大坑案的报道吗？看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哎呦，也不知道是谁造的孽。你女儿遇害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女儿在北京呢，她在北京上班。哎呀，我女儿可孝顺了，每个月都给我们寄钱，还给我们买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。啊，不可能，肯定是搞错了。她在北京呢。你们多久没联系了？
3天前我们还通电话了。是。哎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肯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上个礼拜我女儿给我打电话，还问我膝盖疼不疼呢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。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。一心街多长啊？许多大事情发生都不过几分钟而已。我想安慰他们，却担心不恰当的安慰反而会变成伤害，好像他们的痛苦是我造成的。每次办案，我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受害方。水泡了2天，身体有些浮肿，请你们仔细辨认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今天去莲湖调监控了吗？今天下午有人去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夏冰清是什么时候？今年年初，他在家待了3天。当时他情绪有什么不对吗？跟平时一样，有说有笑，还唱歌呢。他手上喜欢戴什么饰品？贵不贵重？这我还真没注意。他平时喜欢跟什么人交往？他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还才回来，回来就在家待着陪着我们，跟同学也都不怎么联系。你确定他在北京工作吗？啊，确定。他在北京干什么工作？麦克康养中心北京分中心，还是高管。他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徐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告诉过你们为什么要去北京工作吗？喜欢大城市。孩子就是想多挣点钱。你们家很缺钱吗？这事儿怪我呀！你别催了，没看见我都已经超速了。自从我们选择了跟老李家私了以后，我们就像跌进了一个无底洞。老李家的人隔三差五的来我们家，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医药费啥。
冰清，吃饭了，赶紧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嚯，你妈特意给你炖的排骨冬瓜，还给你烧了条鱼。冰清，今天应该高兴才对。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应该高兴啊！往下，给孩子看看，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是不是应该高兴啊？啊！我明明填报的是金融专业，怎么就变成护理学校了？你们不经过我同意就去找老师给我改志愿，谁给你的权利啊？好好跟你妈说话。这事儿呢，是我跟你妈商量的。护理学校的费用低，而且可以少读1年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的出来工作。我不喜欢，我不想做护理。冰清啊，其实护理专业挺好的，它也好就业呀。你说你爸这些年在医院里边积攒了一些人脉，而且妈的科室也需要护士，真挺好的啊。来，快点看。我不管提前工作多少年，也填不满你们欠个债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都在想呢。老李媳妇儿，你们就不能缓我几天吗？我闺女上大学急等着钱用呢。我也是掐着日子来的。你们要是不给钱，那我们家都没米下锅了。你儿子他不是有工资吗？你说他一个当保安的，他能挣几个钱呢？是吧？那钱也是他自己的，咱当父母的不能给孩子添麻烦。呀，这是准备吃饭呢。哎呀，还是你们家生活条件好啊！啊，有鸡有鱼，还有排骨，你们家生活条件就是好。哎呀，可怜我们老李呀，营养跟不上啊。哎呀，冰清，哎呀，你闺女是越长越好看了啊！你看这冰清，真是你大师发电呢！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你看这个儿，哎，这真白净。你们这是还没吃呢是吧？啊？哦，好吃吧？傻儿子，别老吃米饭呢。这鸡，这肉，来。还有这鱼啊，多吃点。我们想了解夏冰清工作以后的事情，比如说他都接触什么人，有没有什么仇人。我们冰清从小就招人喜欢，不可能跟什么人结仇的。要说不喜欢啊，也就是老李媳妇儿他们家，还有他那个儿子。为什么？他们家提出过一个条件。其实呢，我跟你们要账也要累了，你们赔钱也赔烦了。我现在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冰清嫁给我儿子小伟啊！啊，这样的话，咱们2家人就成一家人了，那就不存在什么赔钱不赔钱的了呀，啊，是吧？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呀，这不说你同意了？谁同意了？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你真会认真考虑啊？我们家人是不讲信用的吗？走了啊！一份是我的辞职信，一份是我同意嫁给李小伟的承诺书。现在，请你们选择。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做这样的选择题？因为我想帮你们跟老李家了断。我宁愿你辞职，
我也不愿意嫁给李家那个胖子。那妈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当然跟你爸一样。那这辞职怎么就能帮咱们跟老李家了断啊？我想好了，我去北京给你们赚钱。北京？北京钱就那么好赚？有一个连锁康养中心正在招北京分中心的高管，优先招护理专业和有护理经验的年轻人。像我这样的条件，他们肯定满意。你想去北京，你就跟我们直说嘛，非要说要嫁给李小伟吓唬我。去什么北京啊？辞职这事儿我不同意啊。那我有别的办法吗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冰清，案发当晚16点15分，夏冰清从半山小区大门前乘坐蓝色出租车离开。16点43分，出租车出现在了莲湖大酒店门前。下车之后，他进入酒店，在大堂吧的灵湖落地窗前坐下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坐了1个多小时。期间不时低头查看手机，左顾右盼了10几次，似乎在等人。他等到了18点1刻钟，结账出了酒店，往右向湖边的步行道走去。进入步行道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从他离开酒店到他遇害只有45分钟，也许他就消失于环湖这一带。夏冰清在这儿，你看他在看谁啊？穆达夫？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这事儿你先替我保密，等我弄清楚了再说。好。袁姐，看你一动不动，以为你要往河里跳呢。这儿会不会是案发现场？我们在周围勘察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这是莲湖大酒店的监控盲区。如果夏冰清从大堂走到了这儿，凶手突然从他身后袭击，一锤子把他砸进水里。照这么说，凶手很可能会顺着瀑布下游把尸体拖走。这条河是不是连着西江？连着的，大约3公里。凶手是个游泳高手，可能还借助了什么工具。我们顺着下游再查一遍。
进。冉姐，你昨天回去抽空问姐夫了吗？昨天太晚了，回去他都睡了，没来得及问。幸好你还没问，我忽然想起来啊，按规定你应该回避才对。难道你怀疑穆大夫是凶手？我不应该怀疑他，可是为什么那么巧啊？他不仅跟夏冰清先后来到莲湖大酒店的大堂，而且夏冰清离开之后5分钟，他也跟了出去，之后2个人都在监控里消失了。你太高看他了。我非常了解穆大夫这个人，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杀人。我不是不信你啊，姐。你不是一直教我，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人员吗？没毛病。所以我觉得所有同时间段出现在大堂的人都是咱们的调查对象。那你觉得穆大夫跟夏冰清认识，还是纯属巧合？你先想一想，那天晚上姐夫是什么时候回去的？那天不就是咱们在庙前街小超市救人那天？你收留警察，大半夜的怎么还洗什么衣服？你朋友喝多吐我身上了，洗洗。是挺奇怪的，大半夜洗什么衣服呀？洗衣服？洗什么衣服啊？洗了他的长裤。凌晨1点回家还洗衣服，他之前这么干过吗？从来没有。冉姐啊，要不然这样，交给我们去调查一下。没有顾虑，给我查得清清楚楚再回来。放心吧。你好。穆大夫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你认识夏冰清？那你呢，夏冰清？你在等谁？穆教授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有点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。他叫夏冰清，15号晚上被人谋杀了。大坑案的受害者。为什么给我看啊？我能帮助你们什么吗？我们在调查监控的时候发现，15号下午5点，你和他同时出现在莲湖大酒店的大堂吧里。
这么说的话，有点影响。你去莲湖干什么？见个朋友啊，但是他迟到了。晚上6点1刻，他走出酒店，4分钟之后你也走出酒店。你去了什么地方？你们不会怀疑我吧？我想知道你出了酒店之后有没有见过他？没有。我去湖边转了半个多小时。然后呢？然后去见我那朋友。见谁？这事儿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吗？为了证明你跟这个案件没关系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姓名、许山川，性别、男吧年龄、 ，40，职业。麦克康养中心董事长。3月15号晚上你在哪儿？我在家陪老婆孩子吃饭。谁能证明你在家？陪老婆孩子吃饭呀，他们不能证明啊。我们家还有保姆，小区、我们家院子、车库都有监控摄像，你们可以去查。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啊？大概5年前吧。我们家老大。你认识夏冰清吗？认识。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关系。3月15号，夏冰清被杀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不难过啊？难过。看不出来啊。那要怎么看出来呢？我得把难过2个字写在脑门上吗？你都有家有孩子了，还交女朋友啊？我犯法了吗？穆教授，你不能不回答问题啊！要想别人不怀疑你，首先你得把自己讲清楚才对。就因为我跟受害者出现在同一个空间，你们就得怀疑我？所以让你讲清楚啊！你为什么做了1个小时之后会跟着夏冰清前后脚离开酒店？你到底是去见谁？你散完步之后去了哪里？为什么凌晨1点才回家？你回到家之后为什么要洗衣服？许山川，你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找你。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的吧？我们所有的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，所以需要你配合。好，我配合。他遇害那天下午是不是约过你？是他约我见面，但是我答应了老婆回家吃饭，我就没去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约你吗？那段时间他情绪非常不好，总是说自己很烦，然后说想自杀。那你为什么没去？不怕他自杀？我认为自杀这种事情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我面前耍小姐脾气。老地方指的什么地方？许山川，请回答。莲湖大酒店。那是你们经常私会的地方，对吗？是的。你们上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？2个月前吧。男女朋友2个月没见，合理吗？我呀，我当时是跟他说要分手，他不接受，我呢就认为时间是最好的工具，所以我得给他时间去适应。你今天可以见你了。这谁能对一个女孩子这么残忍呢？
这本我们从夏冰清的住处找到的。你送给他一本诗集是什么用意啊？我听人说，当年这个克林顿送过一本这个书给那个莱文斯基，但我本身这个行动没有什么意义。是你让他做你情人的暗示，对吗？算是吧。这上面的时间，那时候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一个月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哪位是夏冰清？是我，到你了。跟我来吧。您好。坐吧。这是我的简历。怎么会带着行李箱来面试？只要面试通过，我可以立刻出发。聪明。但是，聪明在这个时代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有心机啊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，只要出发点不是肮脏邪恶的，一个人聪明也不是什么坏事吧。而且您刚才说了。是被误认为心机。你去别的公司面试也会拉着这只箱子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不在本市。那你能打开箱子让我看一下吗？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算是我为你特别出的一道面试题。当然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你也可以拒绝。觉得您这样有点不太礼貌吧？倒是一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样子。说起来吧。各位，我们今天面试已经结束了。李思诺这边，郑倩这边，你们2位跟我来一下，其他人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谢谢。恭喜2位啊，被我们公司录取了。下周开始过来上班都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再见见徐总。徐总已经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找徐总。您贵姓？我姓夏。哎，李小姐，有事儿吗？这位小姐想找徐总。
你和徐总有。他往男人腿上一坐，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扛得住。我也是个凡夫俗子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承认我当时是动心了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，我就把他推开了。可能就是因为推开这个举动，那伤到他的自尊心了。反正他一下就哭了，就好像我欺负了他似的。你到底有没有欺负他？在最初我完全就是拒绝的，因为我一想到老婆孩子，一想到我的企业，我是硬生生把这股劲儿给忍下去了。像我这种社会地位的人，面对主动靠近的异性，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夏冰清也不例外，我当时就把他轰出去。停！你是在背台词吗？能不能说点真话？我说的就是真话呀。真话会喘气儿，假话才像坐滑梯那么顺。到底有没有把夏冰清轰出去？轰了，轰出去了。你不但没把他轰出去，你们两个还在包房待了3个小时。谁说的？你回答我是不是事实？那是在我把他轰出去之后，他又回来了。他回来做什么？他回来重新坐在我腿上。然后呢？我又把他推开了。3个小时你们在包房就干这个？你们还干了什么？聊天啊。聊什么？我就反复跟他讲，人生不要走捷径，否则很容易吃亏。你怎么知道他想走捷径？因为他来应聘的时候是拉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来的，我发现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发现了一盒冰套，还是大盒的。你说这个单身女孩，她要不想走捷径，她随身携带这个干什么？你和夏冰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关系的？都是他主动的。我问的是什么时候？就在应聘的当天，就在包间里。这么快？不需要培养感情吗？我喜欢他，又是他主动的，这种一拍即合的事儿需要培养什么感情？那么还有一见面就闪婚的呢？可你刚刚说你一想到老婆孩子、社会地位就咬牙忍住艳遇的嘛？是啊，但我也是一个正常男人，这么漂亮一个女人来勾引我，啊，我忍来忍去，最后没忍住，破了自己的底线，这也没什么可意外的呀。你这么做对得起老婆孩子吗？你是来办案子还是办道德？这个问题跟案件有关系吗？你如果想让我好好配合，你先学会尊重我，否则我拒绝回答你一切问题，除非你们换人了。你可以选择性回答。徐山川，你有义务配合警方调查。这是他的策略，表面上是攻击我，其实是想换一个不那么让他难堪的人来问。而更本质的是，他想通过换人满足他的控制欲。如果他的要求得逞，那下一步就更难问出真话了。
你什么毛病啊？你不就是想耗吗？这是我单位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，再耗下去我还能领加班费呢。太幼稚了。好，行，我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儿玩，好吧？行，我认输。你有什么问题就问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徐振川，我是对事不对人，好好回答完我的问题，自然就放你走。你问吧。3月15号，夏冰清第一次跟你说他想自杀吗？不是。他中间有一次跟我说想跟我结婚，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事儿。我说行，我回去把婚离了，我回来娶你。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这个婚我压根儿也离不了。我就告诉他，咱俩结不成了。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的这个想法已经成型了，而且拽不回来了。就我越说不可能，他越觉得有可能，而且坚定地认为是我不愿意，魔怔了一样，每天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。我只要不出现，他就拿自杀威胁我。他有自杀的表现吗？有一次，在他的那个租的房子里，他拿水果刀直接割手腕子，就幸好我及时发现，把那个刀抢下来的。还有一次，开着车呢，在那个江北大道上，他开着车就要往江里边开，又是我手脚麻利把那个方向盘给夺过来。还有一次在楼顶上，他就要往下跳，又是被我拽回来了。你看，就是每次都当着你的面，说明他不想真自杀呀。所以我不想让他觉得可以用自杀这个事情来拿住我，因为这个事情它本身，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？所以他最后一次说自杀，我就没当真嘛。因为他真的爱上你了。去。任姐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15号晚上，孟教授他父亲生病去医院了，晚上8点他去看了他爸。有顺良小韩吗？来，跟我来。妈，我到急诊门口了啊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哎呀，这大富，你可来了。这急诊室有一个凳子，是一个受伤者能坐过的。姐夫坐下去之后，才发现这上面有血，他就把裤子弄脏了。他回家之后才洗的裤子。这个是急诊室的视频，有了这个就能排除姐夫的嫌疑了。晚上7点，孟大夫在什么地方7点，他从酒店出来之后，直接去医院了。10点之后，他去了什么地方？你就相信我，他绝对没有作案时间。除了这个视频，还有什么人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？冉姐，你都把这案子交给我，你就完全信任我就好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姐夫跟这案子绝对没关系。咱们就把注意力都放徐山川身上，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天伟啊，你没结婚吧？没有。如果你结婚了，你就应该知道，男人都有一些不想让老婆知道的秘密。我又不是你老婆，但你是我老婆的下属。难道在你眼里面，你的秘密比一条命还重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天伟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跟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你真的跟这个案件没关系的话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，哪怕是出轨。你别乱说话，我没有出轨。那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邵天伟，你是在替穆达夫保守什么秘密呢吗？没有，我替他保守什么秘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人干不了什么坏事儿，
也说不了瞎话。我真没说瞎话。爸爸，哎呀，东东来了，哎，来了。爸，您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这不是吃着药呢。他这病啊，是急出来的。这问题解决了，他那病就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，能让爸急出病来？这事儿你得问你们家达夫啊。我说报案，他不让报。问题都已经解决，就别说了。是，张教授那部分是解决了，那我的呢，一点都没追回来啊。追什么呀？钱。什么钱呀？你爸呀，让一个叫什么 P2P 的公司啊，把那积蓄啊都给他骗光了。怎么不报案啊？达夫不让我们报案，说家里有个警察还被骗，说出来都丢人。这不是今儿我们俩商量着，怎么着也得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。这么大事儿你也敢不告诉我？吴达夫啊，你可真能瞒啊！怕给你添麻烦。再说了，这老板都跑了，报案没用。那也不能不报案啊！很多人报过案了，被骗的不是爸一个人。爸被骗了多少啊？东东啊，这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诚信，诚信呢？你瞧，这一跟他说钱啊，他就跟你说其他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他这辈子的积蓄啊，全都让人骗光了。他还跟人张教授借了20万。前些日子，张教授催他催得急，这他急病了。这还是达夫给他解决了这20万，他这病啊才好转。这么严重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我回局里问问这案子。哎，行了，你回家吧，回家。给爸那20万你从哪儿弄的？天伟没跟你说呀？没有。难道他办案不需要跟你汇报一下？没说细节。行吧，那我就把车停了，踏踏实实跟你说啊。我努力。喂。知道了。处理一下工作。喂，今晚几队值班？勇哥在吗？让他等下回给我。说吧。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。15号下午，爸这边呢急需20万现金还给张教授。你这也听说了嘛？这钱是被骗的。我不太好意思跟你张口要，想着说跟朋友借吧，就打了几个电话，几个人全都支支吾吾的，我就特别烦。这时候贝珍把电话给打过来了，说是来出差，问我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。就是那女作家。对，是那女作家。我说我这边有急事，没法跟你吃晚饭，他就问我为什么。喂，勇哥，入室抢劫那案子，你让文姐把所有口供今晚整理好，务必发给我。对，今晚必须发给我。接着说。我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就都跟他说了。他说那这样吧，我去银行取钱，就当是借给你。喂，王局。明白，我来处理。人带回来了吗？你跟小平说一下，等下我回去审。还有，你给旺哥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回局里。说。然后我跟他约的5点左右在莲湖大酒店见面。我去了，等了一会儿，他人也没来。打电话呢，他也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我就更烦了。想着说得了，去湖边转转吧，透透气。这时候被人电话回过来了，说是去取钱的时候呢，手机忘带了。取了钱之后，
又回到宾馆拿了手机才回给我，结果正好赶上晚高峰，中间还耽搁了1个多小时。贝珍对你不错呀，江湖救急。后来我就跟他在医院见的面，拿了钱呢给爸送上去，又陪爸坐了一会儿，接着就去跟贝珍吃饭，俩人喝了点酒，当是表达谢意吧。反正作业的时候9点多钟吧，最后结束半夜了。行，明天我给你打20万，赶紧把贝珍的钱还了。那不用，我这课题完成之后拿稿费还吧，好吗？你的稿费不就是我的稿费吗？别麻烦外人了，就这么定。赶紧送我回去。哦，好。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刘玉萌，这个是尹涵。据我们调查，他们都是跟许山川经常约会的情人。哦，那个呢？他叫夏冰清，他也是许山川的情人吗？他们好了3年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？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许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被杀了。你们认为是许山川干的，或是我？我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知道他外面有情人吗？感觉得到，但我不想知道他这些破事。只要他对我好，别的我都不管。我们结婚8年，只要他不出门应酬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按摩。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。我一面享受着他的伺候，一面承受着他的背叛。有的时候需要用爱去原谅恨，有的时候需要用恨去捣乱爱。照这么说，你不在乎和别人分享他的爱？爱，所谓爱情，就是双方接触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。等保鲜期一过，彼此都懒得为对方分泌了，谁都不敢保证只有唯一的爱。你这么放任他，他也这么放任你吗？这不是放任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想出轨，另外一个人是拦不住的。如果你一直对他是这个态度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图的是什么？从他追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，全听我的。你说他对你百依百顺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我说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他都听我的。比如他追我的时候，康养中心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他带我逛了一圈，煞有介事的让我给点意见。我说你应该成立一个意见部，谁都可以给你提意见，而且每提一条都要有奖金，这样可以拉近上下级的关系，还能让大家更有凝聚力。他当时就同意了，没过多久他就请我去接管他的意见部了。还有吗？结婚前他准备风风光光的大办，酒店也选好了，请柬也发了，但我就觉得这么办特别没劲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办了，我想跟他去国外旅行结婚，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
1分钟取消了一切，1小时制定了行程。你当时特别开心吧？当然。也就是说，你曾经相信过爱情。是的。现在不信了？如果你丈夫在外面有那么多情人，你还会相信爱情吗？你恨他了吗？如果对所有看不惯的事情都要去恨，那我早就自杀了。徐山川有可能为了摆脱夏冰清的纠缠作案，沈小莹出于嫉妒，又或者是为了保护家庭，也有可能出手。问题是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，邻居、保安、快递员都能证明当晚他们在家。我认为沈小莹作案动机不足，因为她对徐山川出轨不在乎。据沈小莹母亲回忆，沈小莹从小学开始成绩就在班里数1数2，只要成绩下滑，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。一个从小被人宠着、自尊心这么强的人，怎么就变成了云淡风轻的佛系？他在装，他读的是心理学专业。虽然他强调毕业后全心全意做家庭主妇，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，但他毕竟系统的学习过心理学。有道理。徐山川给沈小莹存的钱、买的房，多到足以抵消任何怨恨。小心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。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我们只能让徐山川和沈小莹回家。我请求对他们进行24小时监视。叔，有人跟踪我们。哎，跟着就跟着呗，你又没干什么坏事。明白。面试那天，夏冰清从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脸上什么表情啊？他当时披着头发挡着脸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他们2个人谁先走出包间的？他们俩在走廊上说话了吗？夏冰清先走出包间的，徐山川跟在他后边，给他拿着包。他们怎么离开康养中心的？徐总的车停在大堂门口，徐总给他开车门，但他没上去，自己拖着箱子走的。哎，你说你跟他也偷偷好过一段时间了，他有为你拿个包、开过车门吗？从来没有。就是。那3个小时，包房里有什么动静吗？包房的隔音效果挺好的，除了隐隐约约有音乐的声音，其他什么都听不见。别紧张，我会保护好证人的。我好像听到过女人的哭声。那天我拿着一份急件去找徐山川签字，我推开卡拉 OK 包房门的时候，我听到歌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声，好像是从卫生间传出来的，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哭声。我就关上门转身走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声音也是隐隐约约的，就只能说好像是哭声。行了，谢谢你的配合，有需要我会再找你。徐总是凶手吗？你觉得他像吗？不像，
其实他人挺不错的。我仅仅是了解一下情况，回去吧。好。王局，王局，你看了晚上关于大坑案的议论了吗？没腾出时间看。看看吧，网民比我们还着急，恨不得明天就抓着凶手。市里领导也过问这个案子，压力很大。我好像看见凶手的脚后跟了。是吗？说说凶手的后脚跟长什么样？我怀疑徐山川在他包房里面把夏冰清给强奸了。如果是强奸，夏冰清为什么不报案？钱，徐山川用钱把他搞定了。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口头承诺，比如说离婚了娶她之类的。否则夏冰清没有道理，也没有理由对徐山川不依不饶。你的意思是不排除强奸是谋杀的起点？要不说您是我师傅。咱们设想一下啊，如果说徐山川找人把夏冰清杀了，那夏冰清手里一定有让他身败名裂或者让他坐牢的证据，这就是杀人动机。证据呢？这不正找着呢吗？夏冰清唯一的人证已经闭嘴了。如果徐山川咬紧牙关，你又找不到新的证据，怎么定他强奸？开会的时候和领导汇报，我怎么说？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努力，一定努力。我知道你们很努力，但是努力得有效果才成。老是没进展，领导说要换人，我可没辙。是不是每次碰你，我得先找人算算日子啊？好烦。具体的烦，抽象的烦啊。表面上是1-2件事情引起的烦，但这2件事情引发了更大面积的烦，就像被虫子咬了一小口就引发了全身过敏一样。案子办得不顺利，还是焕宇的这次考试成绩不理想，挨领导骂了，车子剐蹭了，还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这么一问，我就更烦了。不问了，睡觉。我在调看莲湖大酒店徐山川开房记录的时候，顺手输入了你的名字。我发现你在莲湖开了2次房，一次是上个月20号，一次是上上个月20号，准的就像来例假。因为这个房啊，嗨，那房间看来是跟小胡子们打牌的。
你确定？不信查监控去。监控保留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你要是没把握，可以再回答一次。喜欢听我重复啊？上个月20号，小胡不在本市。哦，那我就记错了呗。跟小胡是上个月，上个月是跟小贺、小豹老下的。又骗我？怎么骗你了？上个月20号，老夏开了1天的会。怎么？连我的朋友你们都一同监控了？用得着监控吗？看看他们朋友圈就都知道了。哦，那就是跟小谢呗。我就这么几个牌以后，日子久了我气喘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投案自首会从轻处理。拜托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不是案犯。老公不说实话就是案犯。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已经气得无话可说了，心里不禁涌起一股鲁迅式的悲哀，仿佛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。我知道他没睡着，他也知道我知道他没睡着。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没睡着，但他还是假装睡着了。小勇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慢点开啊。原来笑容也是有方向的，哪怕你跟笑容站在同一条直线上。凶手是哭不出来的，只有你们说真话，才能帮助我们破案。这次来，是想请你们回忆一下4月22日面试那晚，夏冰清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？其实也没啥反常的，孩子就是高兴，高兴的哭了1天1夜。怎么个哭法？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边。高兴怎么是哭？喜极而泣，因为他终于可以到北京工作了。除了那晚，后来他有没有还在你们面前哭过？拿出来吧，你兜里的。为什么你早点把这封信交给我们？因为她没有成为我们想要的女儿。你们就像我的父母，哪怕衬衣破了100个洞，也要确保领子干净挺拔。人都死了还说假话，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今年年初，他回来，待了几天。我们领他去看他的爷爷奶奶，他才跟我们说了实话。
清，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最疼你了，你有什么心事啊，就跟他们讲讲。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一凶你，他们就凶我。爷爷奶奶最宠你。爷爷奶奶，我跟一个人好了，但他有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离开他，重新找一个。你觉得这件事儿就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？啊？我不管简单还是复杂，我的女儿不可能给别人当小三儿。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一个称呼而已，没所谓。你还有我们呢，你有爸有妈。啊，我还有你们。从小我就听你说，我这辈子就为了我闺女，真伟大，真有担当。但事实上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房子、存款、幸福还是安全感？别说了啊，咱们回家再说这事儿，别跟爸爸这么说话。我给了你生命，我把你养到这么大，没有我行吗？啊！我谢谢你，多亏有了你，没有你我怎么会上不了大学？没有你我怎么差点就嫁给李小伟了？没有你我怎么会给别人当小三？别说了，冰清，听话。你不要脸！对，我就是不要脸。你对我的爱都是嘴上的，最后还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不当小三儿，谁给你还你欠的一屁股债？你现在刚把屁股擦干净，掉头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是吗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屁股是我给你擦的，是我在替你的无能买单。别亲。我竟然动手扇了他一巴掌，我不知道他会遇害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宁可伤我自己。我现在后悔啊！第一次我问你们，你们说他上次回来没什么异常，有说有笑还唱歌，你们知道你们耽误了多大的事儿吗？你们把我们破案最宝贵的窗口期给耽误了。对不起，当初没跟你们说老实话，是因为我们不服，我们对我们家这个命不服。但你们帮凶手赢得了时间。
这是莲湖大酒店丢失的2个救生圈，丢失的具体时间不详。酒店怕人不慎落水，在栅栏边上配备了10个救生圈。这个是西江下游10公里处的孩子们18号中午他们在江里捡到了救生圈。你们检测救生圈上的 DNA 了吗？测了，救生圈被水冲刷，又被7个孩子的身体轮番摩擦，没有在上面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或者死者的 DNA。你怀疑这2个救生圈是运送夏冰清尸体的工具？是，我怀疑案发的第一现场就在莲湖边。可是我们又重新勘测了桥下水域和河流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所以啊，推理再次沦为推理。我感觉有点对路了，你们还得继续努力。这个是夏冰清留给他父母的字条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我觉得夏冰清是在暗示，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就是徐山川干的。是不是还可以解释为，如果我死了，可以找徐山川解决困难？夏冰清在写这张字条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生命受到的威胁？你们要从夏冰清身边的每一个人查起。我需要的是证据，而不仅仅是推理。明白。明白。别吃了，还有心思吃呢。谢谢。走吧。哟，穆教授，赶紧加餐了。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妈妈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来给你送饭。哎呀，谢谢宝贝。可是妈妈已经吃过晚饭了呀。吃过了也得吃，不然爸爸就白做了。我看看，给我送什么好吃的了？哎呦喂，我来，还热着呢，我来。哎呀，看看还有什么呀？谢谢宝贝。啊。你看看你，眼睛都熬成什么样了？熊猫眼。我就是干这行的呀。有眼熟的吗？诚心的。在上面那个见过，在莲湖大酒店的大堂吧。不但见过，你们还对了几眼。没什么特殊意义啊，你别在这儿瞎敏感。哎，我给你的钱你还给贝珍了吗？好了。睡着了。让他睡会儿吧，他太懂事了，心比大人还累。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开房的事儿。回家再说吧，我现在需要清空脑袋想案件。那就回家呗，洗个澡，睡一觉，放松放松。今天回不去，明天再说吧。他是不是发错了？如果发错了，倒是个抓他现场的好机会。欢迎光临莲湖酒店。
你再使点劲儿。哎呦，美，穆大夫，你忘了你老婆是警察了吧？你别多想，这都健康。赶快换衣服，找人给你放松一下。没想到你这么会享受。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你知道的。前几个月我写论文、搞课题，腰酸背痛的，所以呢，就在这儿开房，做了2次按摩。为什么不去负一楼？这楼下那环境搞得跟邪教似的，你愿意跟那儿待着吗？为什么说去打牌？说多了，我怕你脑子烧坏了。早坦白。是不是每次按摩后也干这事儿了？说什么呢？你人这是正规的，这是我这身份能干这事儿吗？身份不是挡箭牌，比你身份高的我们也发过款。能不能不随时办案？谁让你那么刻意呀？想知道真相不难，只要查一下你那个时间上门来的技师，再问问他，给你按摩之后加没加其他的项目，不就知道了？可是我查出来和你自己承认，后果可是不一样的。那你查吧。哎，你回来，难得出来，你别扫兴。谁扫的？我扫的呀。我行了吧？我不问了，行了吧？放桌上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啊。你第一次没接我的杯子。我这正写东西呢，你也不能一边打字一边接东西吧？可你以前再忙都会接。你真的变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办案办的自己神经过敏了吧？以前我们一起做饭，一起洗碗，现在我进厨房你就嫌我慢，嫌我笨。我给焕宇辅导作业，你说我是在添乱；我打不开吸尘器，你说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跟我犯冲。我一直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呀。不，我认为我正在被你和这个家庭排斥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总要逆着去想问题呢？你能不能把这一切当作是我对你的照顾？照顾？对。我给你递东西，你不敢碰我的手，好像我身上有什么病毒。迎面过走廊的时候，你像躲魔鬼一样躲，我使劲把自己往墙上贴。
每天半夜都是我睡着了你才进房间，你生怕看见我醒着，你把这个叫做照顾。那怨谁啊？你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心里没鬼，为什么怕人家怀疑？明明是你开房说不清楚，怎么变成你有理？我没理，我有罪行吗？我不想说了，行吗？我错了。你从酒店离开之后，我到负1楼按摩中心，情况我都掌握了，但我还是想给你个改口的机会。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。你的答案我不满意。如果非要说我出轨你满意的话，那你就当我出轨了。真的吗？这不就是你心里的标准答案吗？我没有调查你，我只是在吓你。你神经病啊！你不用吓我，你直接问吧。想知道什么？你开房到底干什么？按摩。真的吗？要完没完？你用不着这样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又在给那个美女作家写评论，5年了，每年写1篇。你写那个评论比他那个破小说都长。冉东东啊，我当初怎么会爱上你？